妈，让我露一手吧。妈，我是想您走了以后，把权力交给我，我替你和爸守着后院。没问题。姑啊，公司的业务现在这么闲吗？为什么我妈一走，这公司就变成这样了？一个个都散散摊摊的。我胡说什么了？我就是看不上他们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。当年公司好的时候，一个个削尖的脑袋往上爬。现在怎么着？公司稍微有一点事儿，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算怎么回事呀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贸易公司本来就是这种松散的结构。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3份辞职报告。这也挺正常的。你想啊，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资源，不是厂商就是客商。一旦发现公司情况不对，肯定就带着自己的资源跳槽了。那就让他们走。姑，这样，您赶紧联系国内重要的客商，我这2天要请他们吃饭。什么？您不知道吗？我现在是公司代行总经理职务。各位厂长，听我说，骆总真的不在，我刚送他去机场。怎么可能呢？骆总昨天还陪外商参观厂子呢。让骆总出来跟我们说说后边的生产怎么办呢？原先说好的嘛，这销路一打开，利润就上去。现在倒好，货都卖不出去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大家都别急，听我说啊，昨天那些外商大家不都看见了是吗？他们就是分销我们货的。骆总他确实是去了西班牙，而且还带走了一个分销商，哎，对吧？对，我刚送他走。大家的心情我特别理解，但是急也没有什么用啊。再说了，骆总跟陈董这么多年也没有欠过大家的，再难的时候不都坚持过来了吗？是吧？要我说，大伙儿还是回去等消息吧。可我们等不起呀，我们现在好急呀！各位厂长，别着急了，听我的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恢复出口欧洲之前的生产标准。我们玉珠集团以后主打的也还是国内和东南亚市场。真的假的？这是陈总的意思吗？当然了。好了，各位厂长，晚饭我请了，咱边吃边聊，边吃边聊，边吃边聊。有时间的时候，爷爷您也教我踢毽子吧。哎呀，这回来就不回去了吧？哎，这是骆玉珠叫你回来的。等他们2个从欧洲回来以后，你就带着王旭去劝劝他们。这个玉珠集团这样走下去是越走越歪了。爷爷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，但是我认为干爸干妈做的没问题。国外确实现在很需要我们的商品，那也更需要我们主动出击，不能等他们来找我们呀。周岩，你在外面听说人家怎么评价我们衣服的？说我们是最著名的小商品市场。是啊，这个小商品，小字，这个小字就说明了一切。爷爷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基本上被定性了，要在小快准上下文章，而不是盲目的去拓展高端的市场。1分钱饿死人，1毛钱撑死人，这是义乌挑货郎祖祖辈辈上传下来的。爷爷，现在都还适用呢，是吧？是的，这已有的市场已经足够我们几代人赚了，何必抛家舍业去冒险呢？这次也好，你爸爸妈妈吃了大亏，但是吃一堑长一智。爷爷，我明天要和几个客户去谈判，您教教我该怎么谈啊？哎，我教你啊！你今天在公司的表现我已经听说了，
雷厉风行，干得漂亮。小试牛刀。哎，我给你们打个赌啊，他俩人啊，肯定是坐经济舱回来的。上次开会你没有参加，公司的制度已经改了，现在呀说要符合商务规则。小旭，该升舱的就得升。哎，爸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来，爸，给我。哎呀，爸，你们两个不听话呀，违反公司的规定。小声大声点了啊！哥姐，赖雅来电话说2个小时前杨氏集团宣布所有的货品都降价10%，出销欧洲。费尔南德已经开始召集分销商了。这么快就开战了？爸，我觉得这样，先回家，把你爸、大光叫着，今天我做饭啊，谁都不许跟我抢，但是谁都不许说不好吃，好吧？走，回家，走，走。餐前我提3杯酒，啊，第1杯很重要。马德里一战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小鹿的妈妈冲过去，劳苦功高，所以此一役小胜必须庆祝，啊。第2杯非常重要。妍妍，哎呀，这许多年来啊，这个孩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永远记得说给我们2个人，给爷爷发个短信报个平安，永远记得要问候这2个弟弟。这个孩子这个人性啊，让我非常感动。今天他回来了，而且是为我们家人回来的，全家给你接风洗尘。第3杯酒最重要。叔啊，我们这个家族在您的带领之下，首先是人丁兴旺啊，这个越来越好。今天因为有了您的存在，所以我们这一家人才能够一个不差的坐到这里吃这顿团圆饭。我提议所有人举杯，共同庆祝这一美好的时刻。哎呀，我看你喝高兴了啊！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小旭，代理总经理，很努力，也很用功，公司也算是井井有条。爸爸妈妈谢谢你，对吧，江河？这也算一喜嘛。这也算一喜的事情是这样的，叔。你可马上要升级当外公了，当然这个事情啊不是你做的啊，这个巧姑、大光劳苦功高，但人家是在你的带领之下才完成这个任务的，对吧？来，共同举杯，举杯，来，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啊！好。哎呀，回去看你爸爸了。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爸爸，墓碑一看就是被翻新了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一下你干爸，已经第3次整修了，这么多年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。干妈、干爸，我敬你们，替我爸爸谢谢你们。你这个事情是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爸爸。我就是说他这个，虽然爸爸如果是知道他现在出落成这个样子，在地下我跟你讲，能笑出声来的。爸爸知道的。秋云节真是个大才，义乌的今天，全都被他说中了。我们俩喝一口，
说啊，你这杯酒我是必须要赞助的啊。来，说我那个东西不是让你干的哦。你少喝点。哎呦，哎，等会儿。这洋酒。哎，大家谁还要互相敬来敬去的，抓紧时间啊。那个，我们也来干一杯。为什么呢？那个，你们上次去欧洲度蜜月也没带上我。哎，少爷，你从哪里听说过度蜜月会带着孩子去的？哎，你这样，你先不要讲这个，你先跟我讲一讲，说我不在这几天，你给我闯了多少个祸来？我可以知道没有？不信你问他嘛。他们是谁？你为什么不敢让爸爸问妈妈？啊，最调皮捣蛋就是你。我这个天才总是被人误解的。哦哟。最可怕就是你这种天才，而且最可怕就是你这种自诩为自己是天才的天才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说你都自诩为自己是天才了，请问你后面还会努力吗？如果你不努力的话，你以后怎么办呢？这个不得了的啊！爸，我们就举个例子，说卖花这件事情啊，挂个狗牌子，说凑钱找爸，凑钱找妹妹。好，你凑钱找了啊，人家都帮你凑这个钱了，看似主意是不错的。可是，你卖的不是花，你卖的不是你的实力，你卖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。如果别人都知道你的底细了，请问以后还会有人来买你的花吗？我明白了，爸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在牌子上写着，凡是买我一束花，就能得到我亲自设计的软件，还有我的亲笔签名，是吧？不要念经了。小需要跟你敬酒的，娶了好几次配都打不断你。这个人，爸。我敬你一杯。这次你和妈一起出去，我也是第一次接管公司的生意，发现你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好啊，那你先给我讲讲，我们怎么一个实在不容易？就是你们一边抓生产，还要监督工厂符合我们的生产标准，一边还要拓展外面的市场，关键是还有那么多人需要管理。好像这个东西不算是最不容易吧？容人、容事、眼界、心胸，如果这些东西做到了，恐怕才算是太不容易。记住了没有啊？记住了。爸爸在教你呢。记住了，妈。爸，我记住了。我敬你，辛苦了。我们家要打欧洲市场，你怎么看？好了，不要再讲商场上的事情了，你不烦了？赵姐，再开瓶酒。哎，好嘞。吃东西，小姑，快。我觉得吧，现在利润空间已经很低了，而且树敌太多，对我们是不利的。爸，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。好啊，那你给我讲一讲什么是对的？东南亚，还是打国内市场？好像看着是蛮有利润的，可是这个市场马上就要饱和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先赚到饱和再说嘛。凭我们公司的实力，别人是很难与我们竞争的。这就好比开一个金矿，我们还没有开采完就放弃了，拱手让给别人，自己去找更大的金矿。爸，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吧？好啊，那我们就讲金矿。我想请问，如果说你看到自家金矿的金子成色不好了，怎么办？如果说你看见别家金矿的金子成色很好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你看见自家的金矿马上就要塌方了，你又该怎么办？近几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吧？这几年你一共上过几个小时的网？不是，我每天要上1到3个小时的网，因为我要看一看这个天下到底每天要发生些什么，而且我要看一看潜在的对手每天在做些什么。你呢？我听说你现在还在满足于每天在想，说我今天赚了同学几块钱，明天我占了别人几分的便宜，就为了这些蝇头小利沾沾自喜。我讲的对不对？爸，我没有，你那1分钱会撑死人，1毛钱饿死人。
再说了，我们祖祖辈辈上的鸡毛换汤，难道就是错的吗？不是错的，这个精神不是错的，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就已经是过时的了。赵姐，哎，酒都喝得差不多了，给大家盛饭吧。哎，好。雪云啊，你在国外待了好几年，外国人这个经商的理念多少学了一些，但是这个老本真不能忘，因为鸡毛换汤永远不会过时的。爷爷，可是近100年来最成功的商人、最强大的企业，可都是在西方啊。外国的月亮是亮是圆，但你这个生意能做到国外去，让外国人都喜欢，那你就比别人强了。做买卖就是要到这个赚钱最容易的地方去。你说什么？叔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WTO？WTO， 就是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们耗费了无数的人力、物力、精力、财力，要打到这个体系当中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打入到 WTO 的这个体系当中吗？我不管什么 WTO， 我也不想太懂它，我只知道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明白。就是 ，WTO 有没有利，还没定论。对，再没有定论，你东拼西凑那些残次品，你给我进来，你进什么都没有用。可是我要不凑的话，时间之内根本就完不成这些货啊。说不定也是。电话响。吃饭，你爸就是这样，聊什么都认真。吃饭，吃饭，爷爷。对，吃饭，先吃饭，听到没有？怎么了？杨雪回义乌来了，说是今天把那几个以前给我们生产的厂的厂长都抓去吃饭了。动作真够快的，前后找到了。就那几家工厂可以达到欧洲的标准吗？他是想摘桃子。哎，我说吧，跟杨氏集团作对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可能会把我们原有的市场还损失了。还没有进攻你就想着投降了？你是我的儿子吗？你有没有一点血性啊？就是啊，和他们打。对呀，那怕什么呀？跟他们打呗。赵姐，这一家老老小小的，你为什么把饭蒸得这么硬？硬吗？硬。再蒸一锅，很快的啊。大光，明天开始不要再去国际部上班了，你给我组建整个集团的联络部，任务重中之重只有一个，就是把这些过去给我们做工的工厂的厂长请回来，继续为我们生产。中间我不问你的过程，只问你结果。我要的结果就是全力保障欧洲市场的货源，资源随你调配。王旭调任你的助手。不是，陈总，这爸没事吧？走吧，咱们走。不是爸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那个陈总，这样，这个责任挺大的，但你放心啊，我肯定没有问题。以我的经验，我的能力来讲，啊，这样饭我就不吃了，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，策划策划啊。那个王旭，好好跟叔合作啊。陈总，我走了。
我做什么都不对，是不是？那你告诉我，我怎么做你才满意？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才能给我做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？我就不该在这个家待着，我就不该是你儿子。